未央宫前，我们约定再比一场，如今你做到了。一眼通幽，纵然读遍3000道藏，也没有这样的事。能窃取天地伟力，强行激发潜能的道术，闻一闻所未闻。那就看看谁的信念更强大。我输了。师父，师兄，长生做到了，逆天改命的答案就在前方。正统21年的夏至，那个从山里来的小道士和那间破败的国教学院，在大潮市上奇迹般的横扫整个中土大陆的天才，赢得首榜首名。小道士只用3个月就成了大周朝的骄傲，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国教学院当大清了！小陈院长，今天还招生吗？堂公子可以婚配。那轩辕公子呢？走，咱们上前面看看去。慢点儿。陈院长，原来陈帮手喜欢吃香瓜呀！小道士离改命只差最后一步。干杯！我原以为那孩子在大潮市上会止步前16，没想到他真的成了大潮市首榜首名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你和梅里莎向来安静，却在这孩子入神都后连续表态。陈长生是我的师侄，季道人，原来如此。但那又如何？不要忘了。当年我们决意杀他的原因是什么？当年你以为师兄就是黑袍，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杀错了。即便他不是黑袍，难道就不该死？无论如何，上一辈的事情与下一代没有关系。况且那孩子不知往事，更是无辜。也罢，10年将至，周元开启。这才是我大周眼前最紧要的事。先生，加油！教宗大人，免礼。凌烟阁中供奉着我大周24圣贤，他们助大周开国称霸，抗击魔族，每位都有通天彻地之能。作为大朝市首榜首名，你可入阁拜见，求取一门先贤传承，切记不可贪多。弟子谨遵教诲。师父师兄，我终于来到这里了。大朝市首榜首名陈长生，阁中24传承，你可选其一。道藏记载，白起榜排名第12的白日焰火，
没有他的认可，就算巨星境也无法进入阁中。你们说，先生会选哪个传承？肯定选有国公啊！纵横沙场万人敌，史上杀力第一。哎，太莽夫了，还是安国公帅气，一枪杀倒魔族雪老城，还在城墙上刻字留名。那些传承都是极好的。诸般传承虽好，但你师弟只想取其一。史书记载，赤策先生与我相似，入神都时尚未修行。他16岁入天道院，日日与书为伴，40岁一夜悟道，直达巅峰。师父说，逆天改命之法就在此处。只是，晚辈陈长生为求改命之法而来，赤策先生得罪了。果然，如师父所说，画像后才是真正的传承。17套连环锁，传闻这是知策先生发明的游戏，对锻炼算力极有好处，真是一位妙人。啊，一本笔记和一块石头。知策先生的画像空间，不但破我同宫阵法，还让朱砂甘愿献出龙族精血，是个有趣的小家伙。龙族精血，原来黑龙前辈叫朱砂。晚辈陈长生，拜见王知策先生。若想改命，首先得理解何为命运。他竟知晓我来意。初代教宗曾说，既然修行者与命星有联系，二者间必然有根线，那根线就是命运。然而那根线无法被观测和触碰，那么要怎样才能改变它？神与星是点，命运是线。理论上，只有改变点的位置，才能改命。对，也不对。人生在世，谁能没个父母亲朋、恩怨仇敌？所以命运的线，从来都不是独立的，而是交织成网，而网从不为谁而变。那我们能改变的，究竟是何？位置是相对的。正常情况下，命运之线不可波动，除非付出代价。代价？大周开国以来，有3个人改命成功过。第1位是太祖皇帝，他从道门求得改命秘术，向星空献祭挚爱亲朋，改命星为地星。一统乱世，仅于义子延续血脉。第2位，太宗皇帝，他向星空献祭圣贤良将，令我统帅人族与妖族联军，将当时雄霸大陆的魔族击退到酷寒北境。第3位
是当今的统治者圣后娘娘。她向星空献祭自己刚出生的孩子，换取千古第一女帝的不世之功。他们都献祭了与自身关系最紧密的星辰。献祭最亲近的人，通过牺牲他人的命运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命不久矣。我想活，也一直在求活，但这种活法不是我心意。那你就只能试试另一种方法，修炼到神隐境。神隐？所谓神隐，即是超然一切规则束缚，隐于天地之外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以一己之力撬动命性。可我没有时间了。师父说你一早便知道答案，为何会让我来此？修行与我有什么意义？多谢前辈指点。少年，我说的只是前人的路，未必是你的路。记住，位置是相对的，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。季道人，我这么做，也算是还你人情了吧？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。可前辈，您说的2条路，我都做不到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选什么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先生选了什么传承？神枪2天，还是玉林神斧。无论先生选了什么，都必定是极好的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之间有些误会。今晚我在府里设宴，来吃饭。家宴？见咱家小臣考了首榜首名，就想舔着脸认女婿了？师叔，今晚我已与人有约。至于婚书，我会亲手还给徐姑娘的。好啊，蓉儿去过周原后就会回神都，见过她后，若你还愿退还婚书，我反倒会高看你一眼。你之前说要拿首榜首名，是有必须的理由。凌烟阁之行，可有成功？成，也未成。此话怎讲？我找到了一直以来想要的答案，却发现毫无意义。我在书阁研习时，也常遇到此时此刻的不解之题，在彼时彼刻却突然有了答案。我们接下来要去天书岭，那里有世间一切大道，而星空下第一强者周毒夫的秘境周原也即将开放。也许这2处会有你的答案。我听唐36说过，人族和魔族在为争夺周原钥匙大战，有结果了。秋山师兄没来参加大潮时，正是因为去前线参加争夺周原钥匙的战斗。周原每10年现世一次，每次开启都是腥风血雨。谁能得到周毒夫的传承，谁就能彻底打破人魔战争的平衡。所幸师兄他不负众望，夺得周原钥匙，但也身受重伤，不得不回骊山休养。秋山君大义，
值得钦佩。此次周原将在1个月后开启。陈兄，何不一同看过天书，探过周原，再下结论不迟？此次周原开坛选在大周汉丘城，也太远了，少说也得1个月脚程。说起开坛，咱准圣女的未婚夫那位小陈院长也会代表国教前去。上回可是为他拒绝了秋山师兄的婚约，他2人若是在周原相聚，想必又是一段千古佳话。参见准圣女，愿圣光与您同在。未央宫那夜，只是一个巧合罢了。他若不是作为，便是君子之人。大道漫漫，与之相伴会很无趣。你向来喜欢他，他究竟哪里好？我不喜纷扰，此事不必再提。与其聊这个，还不如去打麻将。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？我让白鹤带来了惊喜，一定要扫码观看哦！万千大道，所修道法不同，天书考验自然不同。这秀水名山下的天书灵，究竟是何真实模样？这天书灵可是天才的坟场。